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钳子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跟日本的所谓战斗机的雷射雷达照射事件，到底现在落幕了没？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呢，说是国防部部长有互相通了一通电话，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跟媒体讲说，这一通电话讲了40分钟，那对象就是美国的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那讲到说中国军机照射雷达事件，认为中国军方的行动无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可是呢，我们看到好几个小时之后，美国的战争部的官网上面才轻描淡写的大概有提到说他们有通电话，并且说到讲到是要提升防卫支出，还有强化战力还有中国的军事活动以及各种的演习的重要性。他没有特别对于这个所谓的雷达的照射事件有多所琢磨所以两边在事后通完电话之后的对外的说法是不太一样的。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中国跟俄罗斯是不是联手在威慑日本呢？我们看到前一阵子这个中俄有绕飞日本嘛，所以现在美日来了他的战机演训也刻意在秀肌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边其实某种程度还是有紧张的气氛。那白宫就说川普和中日都友好，所以川普是不是想要淡化这一些所谓的这个军机事件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白宫的发言人这位女性李威特就特别出来说了一番话，我们来听听看。Japan is a great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evidenced by their 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our continued trade relations with Japan. With respect to China, the president also has a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which he believes is a good thing for our country. And he believ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in a position to have a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ile maintaining our very strong alliance with Japan. 好，我们看到呢，很多媒体都这样说川普可能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境地，因为他好不容易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协定还是某种程度有一些定调了，可是现在呢出现了中日的紧张关系，他明年4月还要访问北京他不希望这个好不容易辛苦稳定下来的中美关系被日本给打破了，所以你看到呢，某种程度美国按兵不动他没有高调的声援日本，而对岸的解放军人民日报是不断的在说在他的社交媒体还有一些海报都会 po 这些图大惊小怪，认清常态，对号入座，做贼心虚这个非常明显的是针对高市来的。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啦，其实高市早苗想要跟中国大陆有一个管道可以沟通，可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有一点这个态度冷淡，他说高市的态度完全没办法他说你高市早苗的态度让我没有办法跟你对话所以基本上是被打了回票。好，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一名专家，他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名誉教授，叫做刘江勇，他就讲现在中日对立的状况跟过去甲午战争前一模一样。很多人看到这样的评析也觉得心惊胆跳的，难不成中日大战要一触即发了吗？而另外我们看到日本有一位资深媒体人，他就讲了，他说现在高市就有难处，他想要用秘密管道在台面下双方接触，可是手上没有有效运用的筹码，所以现在日本有一个大麻烦大问题了。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高市早苗的这个民调还是在高档有一点点往下了，可是还是在高档。而且呢，他现在富比士公布的全球100大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她第3名所以呢，这个时代杂志就说，这个富比士杂志就说，高市等人是动荡时代中不屈精神的象征那这个所谓台湾有事的言论引发中日的纠纷。我们看到日本的在野党他公布了所谓答辩资料，上面显示高市的说辞是这不是官僚撰写的，而是高市个人的看法，所以这个是执政党的定调吗？来请教赖老师。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院刚开始第一个时间出来的时候，台湾有一些媒体就说：“哎呀，美国已经挺这个日本了谴责中国大陆。”但是大家在仔细去看那些新闻的内容的时候，发现很奇怪。第一个，美国的国务院的发言人都是有名有姓的，那发言人就是跟媒体沟通的。结果呢，那个发言竟然是用不具名的发言人，大家都没有去想说，为什么那个国务院的发言人要用不具名？那就很明显的就是他不愿意露脸。可是发言人不露脸，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是很不正常，而且很反常的事情。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是书面的答复。那书面的答复这个讯息大概就是先从日本这边出来，接着路透社啦、台湾的媒体啦就开始转载了可是问题就在于他三段论，第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不利于这个地区的安全跟稳定，只用不利这两个字。那第二段就讲到说这个美日的同盟条约坚若磐石。那坚若磐石，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都已经很清楚了。当时拜登也讲他跟乌克兰的关系坚若磐石，结果乌克兰被打到今天，拜登也没有派一个部队，一个兵都没有派进去一个兵都没有。然后美国跟日本有军事同盟条约，就是美日安保结果我们看到第三个就是说再保持联络，这就是美国国务院的三段论述。结果今天美国的国防部部长他的回答里面就是深表担忧，然后呢没了。但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自己又登出来的竟然都不谈跟大陆有关的事情了，他只谈什么？说日本愿意增加经费然后要向美国买更多的东西。那这个就是美国的国防部他所公布的美国的国防部部长跟小泉讲话的内容，但是一个字都不谈到中国大陆的问题。那白宫您已经看到了，他的态度就是说我不介入那就是你们两个的自己的事情，我不介入。我已经跟高市早苗讲过了，叫他少管台湾的事，然后他还是要管嘛，那就是你们自己去玩。那所以拜登的那个川普的态度就是我两边都是好朋友。既然两边都是好朋友，就是我不介入，那就是你们自己去弄。那现在等于是高市早苗在日本的国会众议院里面的预算委员会一直呼应说，川普见见我，川普见见我，不管你要我飞到美国去，或者是你要到第三地，我都可以配合你。但是很明显的，到今天为止，美国的白宫没有说要见这个高市早苗，这个显示出高市早苗给的钱可能还不够多。可能高市早苗要拿出更多的钱，说川普说满意了，这个钱可以了，那你可以来那就我们来看看下次的情况。可是问题是在于民调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看到台湾的一些亲日的媒体，他们在谈到民调的时候，我就不太理解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的时候，高市早苗的民调支持度是72%，结果现在只剩下59.9%，结果他说略跌，飙近60%，往上飙60%，然后略跌12%的民调支持度从72到59.9，叫做略跌，跌了12%。有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文字工作者真的是很厉害。那到底什么叫做大跌？什么叫做大涨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一个礼拜左右，高市早苗的民调支持度已经从72跌到59.9%，不到60%了。这个难道不是释放出一些讯息吗？那当然，我们看到了高市早苗他已经把日本的现状改变了，因为他主动的要改变现状以后，现状也被改变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很快的时间组织了这个战略轰炸机，可以装核导弹的。对于日本的全境，从宫古岛然后再往上走，对日本的全境进行这种常态性的、威慑性的、核武性的战略巡航的时候，它以后变成一个常态，就是现在这样做，明年也会这样做，后年也会这样做，从此以后改变了。也就是说，过去可能还不会从宫古岛或者从大隅海峡或者从青津，现在是青津海峡也绕了，大隅海峡也绕了，对马海峡也绕了，然后日本的宫古海峡也跟你绕了，不管是航母跟你绕，然后战舰跟你绕，然后这个战略轰炸机都跟你绕，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都会变成常态。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我就想起在台湾当时也有一个领导人姓蔡啊，然后他跟美国啊也有很多的联系。后来裴洛西来台湾以后啊，台湾的现状从此以后就被改变了，也就是防空识别区没有了，台海中线没有了，解放军的军机、战舰、无人机都在台湾的四周不断的进行演训，那也就是说整个现状都被改变了，那再也回不去了。当时那位姓蔡的领导人还登上这个《Time》杂志的封面拍了一个很漂亮的照片。那现在您看看高市早苗到底影响了全世界的哪一个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事件，竟然可以上台到现在1个多月，说变成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3位女性之一。这个富士比你到底有没有业配啊？我不要讲收钱了收钱好像很怪，但是你有没有业配啊？为什么？因为高市早苗把日本的现状被改变了，但是你说她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3位女性，你影响在哪里？告诉我们你的标准是什么？来，董哥。富比士的标准很简单，高市早苗要挑起亚洲的战争啊，当然他的影响力很大，对不对？本来好好的，可是因为他实在太自负了他认为川普带他到美国的军舰一定会替他撑腰嘛，这是他的一个误判嘛。那大家看川普现在在干嘛？川普赶快要调解俄罗斯跟乌克兰，大家讲这都已经快成功了，对不对？感恩节后现在已经到耶诞节了，都没有啊。现在是泽伦斯基不愿意啊，说欧洲的国家都挺我啊，我为什么要接受？叫我要把俄国人占领的土地就给俄国人，我不要。现在已经僵在那里了这个川普的和平奖，我看大概要泡汤了。以色列持续攻打加萨走廊，大家也看到了。其实这几天川普洋洋得意的说，他弥平了8场战争。他弥平最重要一场战争在哪里？泰国柬埔寨这2天打起来，已经50万人撤了。大家赶快撤，因为战争打起来了，死了10几个人了，还有4个泰国的士兵也死了。这个要怎么收拾？川普，我们闽南话叫塔卡莫修啦。你现在又跟他弄这个，所以川普那时候为什么要打电话给高市早苗？就说你台湾的事情你不要管，你怎么去搞这个？那当然，高市早苗现在他是骑虎难下，又不晓得怎么办他现在不晓得怎么办就是说没法沟通那大家也看到日媒写说他们想用后面的一些管道，也完全没办法。为什么？因为过去的他们自民党其实跟公民党是合作的那这一回合，其实高市早苗这次当首相，跟过去最大的不同是公民党拒绝跟他合作，两边合作了26年，因为他们自己一个党单独没办法够办嘛。他要靠公民党，公民党这回我也不要你的内阁阁员任何席务，那所有的那个我们也不跟你合作了，所以他现在合作的对象是维新党那公民党其实跟中国大陆交情是比较好的，他本来有这个管道可以去那个，现在他完全没办法那完全没办法，他现在变成进退维谷，不晓得怎么办了。这就是现在高市早苗碰到的情况，他自己很清楚。他认为说，只要美国挺我，或者各国大家都挺我，所以4天前《金融时报》就写说，日本一直期待美国讲话美国不讲话，日本的防长只好找美国的战争部长要讲话，结果也没用。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非常特殊，他就是只有川普一个人讲的，才有算数，其他的人都不算数，所有的部长、所有什么那些都不算数。所以川普显然我就不要去提高这边的一个战争氛围。为什么？因为我跟中国大陆好不容易谈好了，而且明年4月我要去访问，你们这些周遭的力量来这边跟我指指点点，对不对？那现在升高啦，升高说你的飞机被人家雷射照啦就讲那些是啊，那又怎么样？现在中俄15架战机已经要逼近你了，你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我告诉你那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因为很清楚，就是高市早苗主动去挑衅中国大陆嘛。本来好好的，习近平跟他在 APEC 会面，结果会完面以后，不管你说大家表面都很和谐又怎么样，他不应该第2天他po上跟林信义说台湾之政跟我合照，哇，自己很高兴，然后接下来就讲了日本
如果台湾有事，他出兵哦，要有自卫权，这些东西讲了以后，那就很明白了，我在挑衅你嘛。那置习近平的脸面哦在哪里？这种主动挑衅，一般人跟人的交际都不会这样，何况是国与国之间。所以高市早苗现在大家要替他解释，说他不能代表日本政府啊，包括在野党都要替他解释，这个是没有用的。哦，过去安倍晋三讲这个话也是在野时候讲的，不是走向任内，这个要搞清楚啊。是，来舰长。我们讲到啊，在今年的5月跟6月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就是山东舰的编队以及辽宁舰的编队以第2岛链为中心来进行反介入的一个演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提到了，也就是无论是美国或是日本，现在要对于中国大陆的海军的在任何的地方的公海出现，你都要习惯了。那现在我们所看的就是不习惯了。那他们不习惯的状况，现在还有更糟糕的状况。怎么说呢？也就是我们当初看到为什么日本这一次他们反应这么激烈，也就是看到这个辽宁号编队为什么从这个6号的时候就开始往上折，其实这就是沿着这个琉球群岛一直往东北走，再往上走就到4国南方了。那他们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再强调一次，你要慢慢习惯，只要是公海，你都要习惯。那更何况啊，我们看到中俄的空中战略巡航的时候，其实他们走了这么一条路，也意思在做什么？其实他们在做的，也就是跟辽宁舰编队进行一个海空对抗的部分。那进行海空对抗的部分，那谁是守势的一方呢？其实是空中兵力，也就是对着这个辽宁舰编队这个介入的兵力呢进行模拟的一个攻击的演练啊。那这是我们从这一次所看到的。那这一个只是一个表象而已。那其实还有华盛顿号的一个打击群，华盛顿号的打击群，这个时候他在北上的时候，正好又碰到辽宁舰。辽宁舰的状况，也就是我们常常所听到的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部分呢，也就是完全没有退缩，就是在这里跟你遭遇。但是呢，我们讲到说华盛顿号呢，它的归心似箭啊，它恨不得要赶快回到横须贺里面过圣诞节。那也就是说，现在看这个状况，我们还会继续的看到是不是有其他的编队可能出现呢？我们先看一下在台海周边的一个状况啊，已经连续2天，我们都会看到，解放军的这个无人机全部都绕过这个巴士海峡到台湾东南边。以往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也就是另外一支航空母舰打击群即将过来，那个就叫做山东号编队。是。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个礼拜六12月13号是中国大陆的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就在这个前夕，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联手呛日本。先来看看俄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他说了什么。С тех пор эта дата, 13 декабря 1937 года, стала символом бесчеловечности, варварств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Это чудовищная трагедия. Непровержим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равда о событиях в Нанкине была юридически установлена и закреплена в приговора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трибунала для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南京大屠杀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残酷哦，所以你看到呢，中国大陆在这个前夕，公祭日的前夕，陆陆续续发布了一些调查，包括731部队哦，里头有一位气象兵叫做西岛鹤雄哦，他有一个证词。他讲当时多么残忍、残酷的一个细菌的播撒的一个实况哦。那他的证词里头有讲哈，他那时候有30分钟的一个证词，讲说被称为雨下实验的细菌播撒，还有冻伤活体实验。雨下实验就是这个飞机飞得很低，然后把这个从高空从低空中播撒这些细菌，然后就把活人
绑在木桩上头，让他们播撒细菌，看看他们的身体反应。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实验，活体实验。我们看到，包括在南京大屠杀88周年前夕，解放军报就刊文批评日本武力扩张哦。所以也就是为什么高市早苗的这一番言论呢，引起中国大陆非常强烈的一个抗议，或者非常强烈在外交上面高力度的一个挞伐哦，就是因为有这样可怕的历史。那另外，中国大陆的抗日 FPS 烽火14哦，也在这个时间点呢出来哦。那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像是一个电玩这样的游戏哦，所以也被誉为中国版的 Call of Duty 哦，这个翻成中文叫做决战时刻哦，就是一款电玩哦。那内容哦，就是这个开发商呢把这个预告说是要以1931年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为背景哦，那据说非常受欢迎哦，玩家的欢迎。那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的这一些一系列的一些作为哦，日本到底有没有反省呢？现在说是日本有一些退役的军官，他们反而认为哦，当年他们偷袭珍珠港这件事情哦，错是错在美国。这个是日本的前航空自卫队的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哦，他可能在他自己的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或者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讲了，他说日美战争不是因为日本侵略，而是美国长期的欺负日本所导致的哦，所以这也会让外界认为说，这些人是不是没有受到一些反省哦？他们没有想这个，不像我们看德国就对他们的作为有很多的反省，可是日本并没有。那我们再来看看解放军哦现在的一些这个武力的展示，包括我们看到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的大，所以中国大陆空中航母这一款叫做9天无人机第一次试飞成功。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它是采用通用平台加模组化任务载荷的设计概念，可以携带大批的蜂群无人机，而它的载重也非常的重哦。那它的航程航时都突破了以往。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呢，西方媒体也观察到一点，就是中国大陆重建二战时期的跑道。这个跑道是建在哪里呢？西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的一个沃莱艾环礁上面说是中国大陆在这边进行一个重大的飞机跑道的重建工程。那这个意图外界在关注。那还有一个报道也说这是美国智库在观察也曝光的这一份文件上头说，中国大陆在黄海部署16个水上设施这个有可能会阻碍航道所以也警告说这个南海军事化是不是有可能中国大陆有做这样的一个意图跟企图呢？还有我们看到在永暑礁、美济礁部署新型的天线阵列，还有移动的电子战车辆说是在这里呢至少安装了6个铺设路面的单极天线阵地说是这个可能要削弱美国的力量，还有投射能力。我们知道美中还在做一些竞逐，在军力上面当然各种的这个各式各样的竞逐，所以这些小国包括菲律宾，它要不要表态呢？南海的紧张持续，中国新任的驻菲大使就像小马可仕递国书，那小马可仕怎么讲？他就回应了，他说中国是菲律宾最重要的朋友和伙伴之一。这些外交辞令是不是代表菲律宾的内心呢？来问一下老师。我们看一下日本，由于他不肯认错、不肯悔改不肯改变，所以他过去的犯的错他的罪行就会不断的被拿出来。因为你不肯认错，那大家就会告诉你说你错在哪里这个就是日本这个民族，日本这个右翼，他们没有任何智慧，蠢到毙了为什么我会说蠢到极点？你看德国的纳粹也够没有人道各位想一想，德国纳粹时期，其实那就代表德国人了，也代表德国军队了。他们对犹太人是怎么杀的？而且用惨无人道的方法去杀犹太人。然后他们殖民欧洲的时候，占领欧洲的时候，他们也干了一些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事。但是德国人是认错、道歉、下跪，然后一直到前几个上礼拜，德国的总统到英国去的时候，还特别去到这个无名英雄墓，在那边献花。然后在英国的国会演说的时候，还一直说我对你们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我们德国人永远会记得，我们永远感觉到愧疚。各位想想，二战结束到现在多久了？可是德国人都是主动做以后，大家就不会再去提起来了可是日本不是，
日本就说我没有，都是他们该死，我跟这个西方的国家都一样，他们也是到处杀，我也是到处杀。你这样的情形下的话，你让受害者他很难看，你让受害者他的愤怒他没有办法平息，他没有办法得到安息。好，那当然我们南方有个小国，就是叫新加坡，说哎呀你要放弃啊过去要往未来看，那这个已经变成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笑话。好，现在的南京大屠杀，这个到底该不该重视？该。因为日本从来没有认错，731部队坦白说，最多的证据、大量的证据是在美国人手中。为什么？因为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人占领，然后呢，这些731部队人本来要送到军事法庭去的，结果他们就跟美国达成一个秘密的协定，就是他们把他们的这些结果都送给美国人，所以美国后来的生物化学的科技能够突飞猛进。就是来自于日本的这个，对中国人，还有对于当时的俄罗斯一些人，他们的这种伤害所造成的。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人的不公道，美国人的不正义、不公义，他们就发生在这个地方，他们就不把那一些人送到这个战争法庭。由于美国私底下的交易，把东西都往美国送，所以他们也不敢让世界人知道，他们也不敢公布大量的这些证据，因为这些证据都是一箱一箱、一船一船的被运到美国去。你想想看，美国到今天为止不敢公布731部队大量的证据在他手中，因为那些人，包括安倍晋三他们的应该是祖父吧，对不对？也都免于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他们都是国际间的战犯，他们都是对于人类的这种杀戮啊，是一个无法原谅的事情。可是美国人就匹夫，你就可以知道美国人的正义公道是嘴巴，而不是真正他们的念头，他们从来不相信这个。好，我个人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搞到这个地步，然后你说韩国人，你说我们整个两岸的中国人怎么能够忍受日本人在这样子为非作歹？我觉得不能忍受，甚至连日本有良心的人，他们当初731部队的人，他们自己都觉得很痛苦，他们一个一个都站出来，在他死之前，他都想要告诉大家真相，说我们当时干了多少事，我们真的是一辈子内心里面不安。甚至南京大屠杀的一些人，当时的刽子手，他们也一直不断的在说，可是问题就在于日本人不断的在洗，这些军国主义者简直是死不悔改。这不能接受的。是我个人是觉得9天啊，各位观众朋友要特别留意哦，它的载重量是6吨，6吨，它的功能太强大了，可以空对空、空对地、空对海，还可以空对于水下的潜舰。是最重要的地方，它还可以担任中继指挥中心，指挥无人机。对，还有蜂巢无人机。来，请教董哥。大家要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大陆它这种民族主义那么强，很多人有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过去被列强欺负，那里面最残忍的手段最毒辣的就是日本。日本从八国联军就参与了，它是8国之一啊。那有些国家觉得我们用这种先进的武器去对付哪刀哪剑的这种清朝政府太差劲了吧？所以美国后来还意思。他把庚子义和团赔款拿出来一部分来盖了清华大学，就是说我们过去太过分了，我们要求你们每个人要赔1两，有多少人口就赔多少两，这个太残忍了。只有日本咬住不放啊，日本是这些8国联军里面最可恶了啊，它是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大家可以看到。那他接着下来就一再的骚扰中国、侵略中国、占领中国，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了。那为什么？因为最主要是日本不承认，包括高市早苗不承认有南京大屠杀，高市早苗去祭拜靖国神社，这个都是大家知道。虽然他那时候没有干首相，但是你的右派态度，那让这回在整个中国大陆就觉得不以为然。所以今年在中国大陆，它有2部片子是非常有名的南京照相馆，另外一部就是731，那大家看了那些真是残忍啊，很多家长说哇，这731不能给小孩看，那怎么可以？太血腥了。其实那里面已经把血腥的东西都已经尽量的简化，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生气？各位朋友，我们台湾的桃园有一个公园叫做乙未公园，为什么叫乙未？因为乙未的权利人叫做甲午甲午战争割让了台湾，台湾的民众他基于民族大义，他们出来抵抗。那抵抗在客家桃竹苗这边抵抗的非常厉害那后来死了非常多的人，因为你是用传统武器跟日本的现任兵器热兵器来对战，你当然是很吃亏嘛。所以大家看到了有那么多的志士为了保护台湾，甚至他们成立了台湾民主国那大家可以看到，虽然当然你说常被挡车，可是他的气魄是很强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江少祖、吴汤兴，对不对？徐襄然后大吴英类的罗福兴民族志士一波接一波，他们没有退却呀那日本占领了，他发现说怎么抵抗力那么强他一路屠杀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台湾有非常多这样的人桃园这个乙未公园其实它彰显了就是我们抗日的这个地方，然后这里的故事可是我们看今天的台湾，碰到日本人哇，日本人都好都有善意尤其我们的赖清德，对不对？跟高市长苗一搭一唱我们看乌山头水库有个8田1亿的铜像，然后被台湾的老百姓把他铜像头割掉了赖清德那时候当市长紧张的不得了，用日文写信跟日本人道歉。是日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3000多万，日本都不道歉了。你一个铜像的头被弄了，你就要去道歉。各位你可以看那种比例你把自己当作卑躬屈膝的狗，他不会把你当人看的。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了为什么日本激起了那么多中国人的愤怒。那台湾呢？台湾你的肩膀、你的脊椎骨在哪里？脊梁都不见了。是，舰长。我们讲到说有关于黄海它有这么多的一个水上设施那如果说我们看那个电视墙那个图会觉得非常的密集，可是不要忘了它是一片非常广袤的大海。那他把这一个每一个圈圈画的那么大，觉得好像是很密集所有的船呢，通通都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转来转去，事实是这样的吗？我想请问一下，有谁撞过这一些海上的设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上面全部都有 AIS 的定位系统，也就是现在的 AIS 定位系统，也就是当你的舰艇经过的时候，就是接近的时候，它都会向你发送警报。所以这一些完全就是认知作战。那至于说中国大陆可不可以这样放？对不起，如果按照国际海洋法相关的一个专属经济区的话，其实中国大陆当然是有权利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一个，也就是刚刚赖老师所讲到的这一个航空自卫队他的一个幕僚长，的确他就是这么写的他上面写的全部都是日文，对不起看不懂。那但是现在 Google 提供翻译的话，它就是美国一直宣称日美的战争是爆发是因为呢日本侵略并偷袭珍珠港，这个不就是事实吗？我们大家都认定的事实他说他的事实是说，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已经对日本进行了20年的骚扰。应该不是骚扰吧，应该是对于你对于中国的各种侵略所提出的各种的一种希望你不要再这样做，然后慢慢的，当然日本的狼子野心美国也看到了，所以美国慢慢的掐住你的咽喉，不提供你石油，这个才是真正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原因那至于9天的部分那其实在去年的珠海航展的时候，我就去参加过。我不是自我标榜，我是跟大家那个看一下，比对一下它的大小。其实它就像一架 F5的战机一样大。那而且呢，现在大家讲的都是无人机你有看到它的那个机翼下面吗？单侧有4个挂点，意思就是它全机有8个挂点。大家提的最多的，也就是它可以释放这个无人机那100余架。可是这是一个所谓模组化的一个那个舱间，也就是它可以
进行各种的变化，这个也就是它的一个未来的可改造性非常强啊。那至于现在，就像刚刚第一个有关于黄海一样，大家都一直在讲啊，中国大陆又协助盖机场，你看多严重啊！人家这个岛的，也就是沃莱爱环礁的人该死吗？他们都只能划船，不能坐飞机。他现在盖个机场，不过就是让这些人民更容易出行吗？不就是这样吗？至于说他这个关岛、天宁岛甚至帛琉，坦白讲远得很。如果说中国大陆有任何行动的话，对不起，一艘航空母舰打击群，还有加上这个075就够了，不需要机场，不需要跑道，对不需要机场。对好，我们理解了。不过我们来看看，有一份秘密的文件被揭露，说是川普打算另外成立一个叫 C5。来取代 G7 所谓核心5国 Core 5简称 C5， 哪5国呢？说是川普想要把俄罗斯啦、中国啦、印度啦、日本啦拉在一起，包括他自己美国变成5强Core 5，把欧洲排除在外。不过到现在为止，美国并没有这个国务院也没有回应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真伪。另外还有另外一份文件，说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所谓 NSS 这个。战略报告里面，他不断的说：“哎呀，你欧洲有一些盟友已经不可靠了所以他里头鼓励就是秘密文件鼓励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波兰你们这些国家退出欧盟吧，来加入我们美国的势力范围吧不过这些秘密文件到底真的假的，我们现在不知道。可是前 CIA 的局长就说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其实不是坏事把这些欧洲人给吓得半死没关系，因为这些欧洲人有一些欧洲人的确需要受到惩罚那当然这是美国跟欧洲之间的一些争端或者是合作的这个策略。可是我们再来看看美国众议院现在在跟川普唱反调了吗？川普要减低这些在欧洲的驻军，可是众议院通过法案加强欧洲的国防里头有说连续45天不能低于76000人这跟川普现在的想法刚刚好是相反的。可是我们再来看看，包括 AI 的竞争，除了武力之外就是 AI 嘛。美国跟盟友签署供应链协议说是这个是法新社的报道说，美国以及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感到担忧，在 AI 的部分，所以呢，他把日本韩国新加坡澳洲还有以色列加起来签署了这项供应链的协议那这份伙伴协议名为矽土和平，它的意义就是希望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并且确保各国不依赖中国。不过这份协议内容没有看到我们台湾。那我们看到 AI 的全国标准令也限缩到周全，并且提到习近平，他说我们美国要更加聪明所以这个竞争我们可以看到 AI 是川普念兹在兹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事项。可是要发展 AI， 大家都知道你的电力必须要足够。现在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有做一篇报道，川普看了很生气他说怎么可能我们的电力发电不如中国这是一个假的报道，他们错了。我们先来看看所谓的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内容是什么，因为他们跑去做一些采访，包括内蒙古看看他们的电力的发展。结果他发现，他做了这个图表《华尔街日报》做了这个图表，说中美两国的电力发展的能力对比，中国是这样的曲线红色这一条，美国是底下这一条平平的曲线。所以他的这个结论是什么？他说，在中国低廉的电力成本帮助包括 DeepSeek 等 AI 公司在成本上可以比美国的竞争对手更便宜的价格开发高品质的 AI 模型。所以他特别讲说是在内蒙古，他的乌兰察布市还有邻近的和林格尔县这两个地方叫做东数西算计划的8大枢纽。所以你看到像是苹果啦、阿里巴巴还有华为这些科技大厂，在这些地方都有计算中心，主要还是电力。不过川普很生气，他说错，不是这样，我们美国还是赢过中国。来请教老师。美国有赢过中国的部分那中国大陆也有赢美国的部分这个比较复杂我们先放在后面谈，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先谈一下，就是目前传出来的C5，这个确实是内部的文件被公布出来，但是白宫已经第一时间否认了，说没有
为什么会白宫第一时间否认？因为这个内部文件一旦公布出来，因为这个是原本在写这个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时候啊，它里面有一些是附加的文件都在讨论。那在讨论的时候，后来这些文件就没有被公布了啊。那所以公布出来是33页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但是这个部分被保留的啊，后来没有公布的，很有可能就等于是他们当初有讨论，但是后来可能没有结论。因为内部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分歧啊，有很多意见，所以没有达成共识，所以没有公布。但是不代表没有这回事，有这回事，只是没有做成决议。但是这一回事就让欧洲人、让美国的传统的盟国真的是吓破胆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西五里面啊，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是一个平衡的一个势力。为什么把日本拉进来？因为日本，川普很清楚的知道。中俄目前的关系是最好的，所以中俄就2强了。那美国不能够单独一个，那美国要拉一个能够跟中俄平衡的，那当然就是拉日本。因为第一个日本最忠实、最听话，而且钱也很多，所以他就拉日本进来。然后他表面上说我拉西五是因为他们都是破亿的人口，那这是目前世界上超过破亿人口中就5国，不对啦，因为。这个印尼也超过1亿啊，还有巴基斯坦也超过1亿、啊，那没有把人家拉进来。对啊，但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美国的盟友嘛，是啊，而且国家也不够富有，科技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很明显的，美国就一定要拉一个日本过来，那这样的话就形成2对2，再把印度拉进来，因为印度跟俄罗斯的关系很好，可它跟中国的关系是时好时坏，而坏的时间比它多，好的时间比它少。但是它跟俄罗斯比较好，它跟美国也比较好。那这样的话，对川普来说的话，那这个大陆跟俄罗斯应该会接受，因为变成一个平衡啊。可是这样子对欧洲的国家来说就很沮丧了，被抛弃了，完全被抛弃了。因为那德国人会说那我嘞，法国人说我嘞，意大利人，英国人对啊，那加拿大说我嘞，那也就是 G7 就变成没有用了，他们。川普美国就不会再在乎 G7 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那北约会认为说，然后呢，那我们北约呢？你美国甚至还要把力量都从欧洲拉回去美国，这个西半球，就是以美国为主，然后再往这个太平洋的方向来去加重一点力量。那我欧洲呢？我欧洲也没了。那我北约呢？北约未来到底要不要？那美国没有美国的北约还能不能存在？那欧盟会觉得说，那我欧盟呢？那问题就在于，川普他是想把欧盟裂解。其实历届的共和党的领导人都是要裂解欧盟，所以小布希当时创造出一个叫做新欧洲、旧欧洲，你还记不记得？那是已经是20几年前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对于共和党的领导人，他们一贯的思想就是他们很讨厌欧盟，所以他们很想把欧盟拆掉。那也就是拆掉。把东欧的那一些拉到他的这边来，把西欧孤立弱化他们，那这样的话，他们以后在世界上的杂音就比较少。这就是美国他的目的。所以真实性应该是有的，有的啦，有讨论，只是没有共识。是我们进一下广告。所以。我们来请教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川普上任他觉得他的任期有限，所以他一直要改变世界的一些秩序，然后要表达自己跟过去的历任总统完全不一样。你看他这2天最骄傲的，我的半导体现在已经快40%到50%了，其实就从台湾挖走，所以大家就很气啊。台湾很多人就很气啊，你在掏空台湾，川普是很得意啊。他说前任你为什么不对这些半导体由国外进来的课200%的税？各位，其实他一直在做不一样，所以大家看到，他要把这个核心5国把它重整它的秩序，大家不要觉得奇怪啦。那我是觉得说，他当然里面最重要的国家是中国大陆，不管他讲G2 啦，或者核心5国，其实中国大陆兴趣都缺，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看透美国人了，就是说。你们跟美国人是不能合作的，美国人就是要占你的便宜，得你的好处。所以中国大陆早他在很多比较边缘的地方，他已经慢慢建立自己有一套譬如说大家所熟知金砖国家
对不对？现在10国了，那大家很多人加入了，然后中亚这些国家过去长期被冷淡的对待，对不对？那现在跟中国大陆非常麻吉，那上海合作上合组织嘛，对不对？大家看，它其实有一样接一样，然后过去已经在亚洲非常有成就的东协10国，现在中国大陆加入，而且它提供广西的南宁当做东协的永远的总部，就是说它其实自己在周边已经建立一道以它为主为领袖的一个形态的时候，现在川普提这些，其实大家都不会有兴趣。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要做老大嘛，然后你要大家来跟你一起走嘛。那这个当然他有他的企图，因为川普在印象中他就是非常不喜欢欧洲嘛，欧洲他只对英国女王有兴趣。那时候女王在第一届见了他，现在是查尔斯国王。那他其实也不太以为然，为什么？大家记得他飞机一抵达的时候，他就开始骂欧洲啊，到处都是风力发电机，整个大平原都被破坏了，开始在数落那些艺人。大家看他的想法跟全世界很多不一样，他认为唯我独尊才是最大的。所以最近都会有一些东西就会流露出来啊，包括国防部也流露一份出来说，如果我们要把最高端的武器送到台湾的话，在半途就被中国大陆给拦截了，根本送不到。怎么会很多东西出来？其实他们是有在规划，但真正的情况，大家看一份接一份，不要觉得奇怪。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舰长。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众议院他们要加强欧洲的国防，对，然后用了非常多的强制的条款。你们真是不了解川普啊！你要规定要76000人没问题啊，我都找什么待退的、有病的、失去信心的，然后呢，装备使用什么准备汰除的，我全部部署到欧洲去，把欧洲的装备全部调回来。这种手段绝对是川普会用到的，然后最后搞到你欧洲受不了，你搞一堆老弱残兵来干嘛呢？所以这些人就是傻，就好像一天到晚我们台湾在讲说，我们要参加这个环太平洋军演，明年的环太平洋军演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但是呢，那个对不起那个又是不会有台湾的，所以呢。这些法案通过再多一点用都没有啊！那至于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C5 这么多的，就是5个国家那其实 C 是核心。那我们想一想，美国的刚通过的这个刚刚释出的这个国防安全的战略，它中间我们大家都一直在讲战略怎么样，其实它中间有个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有关于这个。再工业化的部分，我们看一看这些国家再工业化的只少一个国家，就是韩国。那韩国想要加入可以呀，来谈条件来交换中国不会参加的。中国怎么会傻傻的去参加呢？他要的是就是刚刚赖老师讲的，我好好的 G2 就好了。